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用医生开药方。立冬后的萝卜最养人。那我今天呢，就分享个萝卜和豆腐非常好吃的做法，出锅皮薄馅大又多层，比包子、油条、馒头都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根萝卜和一块老豆腐，我们先把老豆腐放一旁备用，接着来处理萝卜，用刀把两头去掉，再用削皮刀把萝卜皮削掉，因为萝卜皮比较硬，非常影响口感。去皮后再把萝卜切成薄片，切得越薄越好。切好后再改刀切成细丝，同样也是切得越细越好。如果想偷懒的朋友，也可以直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加勺食盐，用手抓拌均匀。抓匀后放一旁腌制10分钟，给它腌出多余的水分。接着再准备小把粉丝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倒上的开水没过粉丝，把粉丝烫软。现在我们来处理豆腐，把洗净后的老豆腐放到面板上，用刀给它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了，厚度约1厘米左右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条，最后再切成豆腐丁，尽量切得小块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的豆腐丁就可以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大碗中，往里边打入2个鸡蛋，用筷子搅散，让每一块豆腐都能裹上一层鸡蛋液，搅匀后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把鸡蛋豆腐放入锅中，用铲子把表面整理平整，先不着急翻动，先给它烙1分钟左右，把底部烙至定型。1分钟后给它翻一下面，再烙1分钟，1分钟后再给它翻一下面。把鸡蛋豆腐烙至定型后就要勤翻动了，防止炒糊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翻炒5分钟左右，翻炒至豆腐颜色微微发黄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把它盛出来放入大碗中。现在我们来和一个面团，大碗中放入350克普通面粉，加勺食盐增加面粉的筋性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匀后用26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搅拌，因为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水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面絮状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。现在的面团是很难揉光滑的，先给它揉成一个没有干粉颗粒的面团，然后盖上保鲜膜醒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揉面，现在就很容易揉光滑了，随便揉几下就揉光滑了。最后给它揉成这样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不用揉面，直接给它搓成长条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的长条就可以。再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50克左右。全部切好之后取一个面剂，放到面板上给它好好揉一揉，由外向内揉，把表面揉光滑了。揉光滑后再把底部收严实，然后翻个面整理一下，再用手给它搓成一个圆柱形，也不用搓得太细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剩下的面剂用同样的方法整理成圆柱形，全部搓好后准备一个平底盘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把面团一个一个的摆入盘中。全部放好后，在表面淋上一些食用油，防止粘连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每个面团表面都刷上一层食用油。全部刷好后，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醒发1个小时。接着我们再准备一个洋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切成细丝，最后切成洋葱块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，再准备一块生姜，给它切成姜片，切好后装入盘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切成葱段，切好后装入盘中。
现在我们的粉丝已泡软了，用手一捏就断，像这样子就可以。再给它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案板上，用刀给它切成小段。切好后再用刀剁一剁，尽量剁得碎一些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。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我们的萝卜腌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，萝卜丝已变软了许多。接着准备一块干净的纱布，把萝卜丝放进纱布里，用纱布包起来，用力挤干萝卜丝的水分，尽量多挤一会儿，挤得越干越好。再把挤干水分的萝卜丝放在案板上，用手抓散开，先给它切成小段，也不用切得太碎了，随便切上几刀就可以。最后切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切好之后把它放入豆腐的碗中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放少许油，油热后放入几粒花椒和一个八角，用铲子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出香味。炒香后再把洋葱、姜丝、小葱放入锅中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香味，把洋葱、小葱和姜丝都炒软，大概需要翻炒4-5分钟左右，最后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儿。小葱、姜丝都已经变软了，再用漏勺给它控油捞出，全部捞干净以后，再把油温烧热，加入1勺豆瓣酱，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红油。炒出红油后，再把粉丝倒入锅中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。翻炒均匀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勺生抽，加一点点老抽上色，加勺蚝油，加勺食盐，加适量的胡椒粉，继续用铲子翻炒均匀，给它翻炒出酱香味。炒香后，再把粉丝盛出来，倒萝卜丝的碗中，再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最后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像这样我们的萝卜豆腐馅就调好了，给它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也醒得差不多了，打开保鲜膜看看，用手指按压不会回弹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醒发好了。现在的面团是非常有延展性的，再把盘子里多余的油倒在面板上，用手抹匀，然后取一个面团放到面板上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。再放上刚调好的馅料，把馅料放到面饼的中间，边缘1厘米的地方不要放馅料，馅料我们可以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的饼呢，馅料才会多。馅料放好后，在视频中这样把2个边收过来，全部包好后，用手按压一下，排出里面的空气，再用手抓住2头，一边摔打一边抻长，这样做出来的饼呢，层次会更加丰富。然后选择一头给它卷起来，一边卷起一边拉伸，再把收尾处按压一下，把它压到底部，再稍微整理一下，用手轻轻按扁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包完，全部包好后，平底锅烧热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。油热后，把刚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入锅中，封口处朝下。刚放进来的馅饼，用手给它稍微按压一下，给它按成一个薄一点的馅饼，像视频中这样子就可以。因为我的锅比较小，一次我们先煎4个。全部放完后，在表面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内部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呢会更加的柔软。开小火慢烙，先给它烙2分钟，把底部烙至定型。2分钟后用铲子给它翻一面，每个面饼都要翻一下面，再给它烙2分钟。2分钟后再给它翻一面，每烙2分钟给它翻一下面，直到把馅饼2面烙至金黄，并且能看到里面的馅料，说明就已经烙熟了。全程大概需要烙8分钟左右，再把它盛出来装入盘中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萝卜豆腐馅饼就做好了。这样烙出来的馅饼呢，饼皮特别的柔软又薄，而且不容易破皮露馅，层次也比较丰富，里面包了满满的萝卜豆腐馅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料。
馅料我用这个方法调出来，虽然没有肉，但是吃起来特别的香，家里人特别喜欢吃。馅饼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一顿吃不完的装进保鲜袋里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冻保存，放上1周都不会坏。想吃的时候直接取出来，无需解冻，加热一下就可以吃了，非常的简单方便。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